好了，大家等待已久的特斯拉 Model Y 第2期视频终于来了啊！第2期视频，我们来聊一聊我在购入这台 Model Y 之后，给它购买了哪些各种小配件。第一个，手机支架，哇，不得不说，我在网上真的寻找了非常多款式的手机支架。其实我个人对于手机支架的需求就一个，就是能快速的看一眼消息，去判断这个消息的重要性。至于车载导航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说。第一款我要跟大家聊的是这样一款支架，我相信很多人在网上也看过，对吧？这个是折叠这样一个款式的。这款呢，它是粘在屏幕的背后，然后可折叠可旋转。这款最大的问题，我认为是遮挡。我看到网上80%的视频都说，在屏幕左侧可以竖屏看导航，然后它可以旋转过来横屏看导航，但是那个拍摄角度啊，都是从这个角度去拍摄的。但是日常我们驾驶员怎么会在这个角度开车呢？对吧？当我把视野调整到方向盘正前方的时候，方向盘和右手就已经几乎遮挡了手机3/4的屏幕。当然，如果你把手机横屏旋转过来看导航的话呢，是不遮挡的。但是，就像我刚才所说，我对于手机支架的需求，核心是看消息，第二才是导航。再加上这款支架本身是通过胶粘在屏幕后方的，所以我最后呢就放弃了这个支架。第二款呢，我在网上找的是这款其实位置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可以完美的看到消息，然后手机屏幕呢几乎没有遮挡，而且号称是采用新一代的这种硅胶材料，不伤车。安装的时候呢，先把下半部分这个卡槽卡住，然后下半部分给它推进去，就卡在这个机身的位置。但是我安装上10分钟，这个车子上这个皮革位置，大家看就已经留下痕迹了。我上网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买后评论啊，说长时间使用呢，这个痕迹还很难恢复。所以虽然它的显示位置非常完美，但是我最终呢还是选择放弃了它。这个是我目前在使用的，也是我目前比较推荐的一款。这一款呢，它是夹在这个车前面这个挡板，就是你要白车的话，就白色挡板上，夹子内侧是由硅胶软垫保护的，然后本身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因为它可以伸缩嘛，所以你把这个部分卡住。好，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球形关节的这个给它安装进去。好，然后因为我是 iPhone 嘛，它就支持这个磁吸。放在这儿就好了。支架的磁吸部分，目前使用稳定度我觉得很满意，就过减速带呀、颠簸路段啊，也不会有异响或者掉落。而且它这个磁吸模块本身是支持无线充电的，但是我觉得都放在这个位置了，就没有必要无线充电了。对吧？你需要充电的时候直接插线就好了。就这款我有一个吐槽的点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把这个部分设计的这么长。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开车的时候，你左手会遮挡大概1/5左右的屏幕视野。我认为如果再短一点，或者它能不能把角度再提高一点，就可以实现完全不遮挡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支棱啊？难道它为了远离出风口，让这个空调少吹一点？第二个我要推荐的小配件，水杯槽。其实我一直不理解，特斯拉如此大规模的一个汽车厂商，怎么会在水杯槽上出现这样的小问题？特斯拉这个默认的水杯槽呢，咖啡那种粗口纸杯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日常喝的，比如说矿泉水、可乐这种塑料胶瓶，真的那开起车来是晃到不行啊。然后我选了硅胶材质水槽这款，也是小特叔叔的，内部有这种类似于渐进式的卡口，就是你越往下放它越稳固。然后我自己认为灰色这个配色和这个车底的搭配是最佳匹配的。如果你要选完全黑的那款呢，上面如果有那些浮毛或者小灰尘，会比较容易看见。第三个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车载垃圾桶。我自己没有车，然后打车那会儿，其实我每次有一个很头疼的，就是车上没有地方扔垃圾，比如说擦个眼镜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废纸你想扔没地方扔，你只能攥在手里。于是我买了这个 Model Y 之后，我就想得给自己车里配个垃圾桶，我就选择了这款。这个是贝斯的，看起来有点像金属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塑料材质的，就放在这个水杯槽里。你在购买这款垃圾桶的时候呢，它会给你配2个小的垃圾袋，然后以后你用完的话可以再去贝斯这买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这样打开，然后把这个垃圾袋卡在这个垃圾桶里。其实我看了一下，也有带盖的那种车的垃圾桶，比如说你在车上如果要吃个水果，那你要扔这个垃圾袋的时候，那个果皮或者果核还会把那个不小心把那个盖再碰脏了，然后你还得刷这个盖我想想我就头疼，然后所以最后我就没有选这种带盖的，选这种开放式的。我前阵子去环球影城玩，然后在侏罗纪的那个主题商店区发现了这样一个不锈钢的小杯子，我当时一看，哇，
这不就是一个更好看的，而且还更符合我自己的喜好的一个小垃圾桶吗？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了。然后日常我是把它就这样套在垃圾桶上。平时呢，你可以给它放在这个水杯槽里，也可以给它放在车门这个里边那个凹槽里，两个位置都可以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在自己的车上放一个小垃圾桶。第4个，这个车载收纳的分隔层，这个我觉得还挺值得推荐的。我自己入的是官方的，前后2个我都入了。前边这个呢，除了可以收纳一些小物件，还可以遮挡下边的这个数据线，视觉上要更简洁。后边我就是把纸巾盒放在这儿了，因为我自己的话使用纸巾其实是强需求，但是呢又不是一个很高频的强需求，所以我觉得放在这个位置，很方便。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是这种特斯拉专用的那个纸巾盒，是放在车载屏幕下方，然后抽纸。但是我觉得那种日常它有一个纸，就日常多出来一节，视觉上看起来和这种极简的设计有点不太搭，所以我最后没有选择那个方向。夹层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会掉很多小黑毛，这个日常使用起来就不那么好打理，这一点大家还是需要提前注意的。第5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当当。挪车牌儿，说实话，我对于这个挪车的需求其实并不是很高。然后本身我觉得它的风格跟这个特斯拉极简的风格也不是很搭啊，包括它这个颜色也就尤加利青，那不就跟 Mini Cooper 那个绿色是一样的吗？但是我就单纯的看这个洛飞的这个设计很喜欢。然后我日常呢就放在这个收纳箱里，然后如果真要是需要挪车的话，就给它拿出来，然后摆在前方。它这个还是轻轴的，大家听。你看，可以给它拆掉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给它安装，就还挺好玩的吧，挺好玩的。第6个想和大家分享的，车载吸尘器哦，我这款呢其实是小米的，我一般用它呢就是吸浮尘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不是我这个脚垫里这2天北京老落叶嘛，然后有落的这种树叶灰尘，就是这时候就可以拿这个吸尘器简单吸一下，大概就这么样一个效果，我觉得还可以。第7个，车牌支架，因为我观察了一下，好像特斯拉它本身车的这个车牌位置和咱们国家的车牌还不太兼容，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就如果不买车牌支架，它的这2个边缘呢会微微的往外翘起来，是绝对不会影响驾驶的。但是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我总会脑补说这个车牌不小心为什么拉住了，然后整个给掀起来了。然后大家看，当你安装这个车牌支架之后，它就从一个片儿变成了一个盖儿，然后这样呢就整体上来后，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。第8个我要说的是脚垫，其实这个也不是推荐啊，我只要告诉或者提醒大家一下，我这台不是9月16号提的嘛，然后我其实在618的时候就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已经先行了。当时我看不是个个都减价吗？我就把这些车的配件都买了。然后当时买的是3W，就是我在小米的那个朋友他给我推荐的3W 的脚垫，就我提车我才知道，原来特斯拉它是自带这个脚垫的。大家记得我提车那天，那个龙膜那个销售的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膜撕了，然后帮我把那个脚垫都给铺上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脚垫的这种质感啊，和原车的这个质感，就这个位置是没有脚垫的，这个位置是有脚垫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和原车质感其实很贴近，我日常使用起来绝对完全没有问题啊。然后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副驾驶的脚垫质感，所以我个人建议呢，就你可以先不买。第9个呢，就是这个后备箱垫。后备箱垫这个我是其实还挺推荐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买那个3W的。如果我们不铺这层，它的原车材质呢是这样，跟那个收纳箱的那个材质是一样的，就类似于翻毛的这种材质。然后这个3W 垫的是这样的，比较软质的这种硅胶，然后它上面呢做了一些纹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原车这个优点就是好看，但是缺点呢就是一个是会比较吸灰尘，第2个呢就是滴上水或者洒上水了就不太容易干。比如说你日常装一个什么渔具啊，对不对？或者矿泉水洒了呀，或者有汤汤水水的，总之洒在这里，你直接把这个垫拿出来就可以进行清理。这一点我认为是这个脚垫的一个实际使用的一个意义。后备箱左右两侧 Model Y 有2个储物箱啊，这个我在没有买车之前，我就经常刷那个小红书上面有推荐购买的各种配件，我就经常刷到那2个箱子，哇，当时看的可望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没提车之前就已经先把这2个小硅胶箱就取回来了。然后日常的时候呢，它这不是有一个挡板吗？你可以把这个挡板放在这儿，然后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箱了。这边呢就是放了一个车载吸尘器，然后放了一个我备用的
羽绒服，这个如果冷的话就穿这个羽绒服，平常是一个小球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有没有这2个硅胶箱其实问题不大。这2个收纳箱，我觉得对于哪部分人群是有价值的呢？比如说女生，日常喜欢穿高跟鞋，然后因为要开车换那个平底鞋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随时把一双平底鞋放到那个储物箱里，在鞋底儿总会有一些灰尘嘛，雨天产生这种泥泞的这种小泥点儿，如果滴到车里就不太好清洗。那如果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软质的硅胶的箱子，你到时候直接把箱子拿出来冲洗里边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对于这部分人群是有价值的啊。最后一个了。挡泥板，我也是一冲动一脑袋一热，我忽略了我所在城市的这个天气。就北京提车到今天，总共下雨啊，好像也就下了一场还1场半，可不，反正2场以内。然后这2场雨呢，还都是好像半夜下的。就我在日常开车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有泥泞的这种环境路过。拿到车上那一刻，我其实就后悔了。我就觉得安装之后呢，莫名的这车就有一种老干部的风格，所以我到现在也没安，我就一直放在后备箱。最后一个这个关于 Model Y 的购买推荐，其实我想聊聊这个贴膜。大家还记得上一期提车视频，我曾经留了一个小尾巴，对不对？就当时我以为是特斯拉工作人员，但实际上是龙膜的销售人员，然后他向我推荐了龙膜，然后我现场就支付了贴膜。他就让我选，你是不同的这个前挡风玻璃，然后你有不同的隔热率啊，不同的透光率啊，不同的防紫外线率啊。如果我选一个这种参数比较高的，然后它那个是一个偏蓝色的贴膜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前一阵子刚刚把我已经用了3年、摧残我3年的防蓝光眼镜片给它扔掉。我不希望我的世界再有一点点颜色的改变。然后他又要给我贴一个前风挡蓝色贴膜，因为我在之前开临时牌照的时候，就是去贴膜之前，我开了几天，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哇 ，Model Y 在前面这一扇大玻璃非常的通透，非常的敞亮。他要给我贴一个蓝色的贴膜，我心里就非常难受。后边那个贴膜我本身就不想贴，后边那个贴膜，因为我见过有人贴完了之后，那一道棱，就后风挡变得非常的不透亮，非常的模糊。我就问那个龙膜店的经理，我说我如果不贴的话，能不能退款？然后那个经理就很痛快，你知道，他没有半点犹豫，说可以退款。到这里，我认为这个龙膜店它的整体体验是很好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啊，我现在车呢完全是特斯拉出厂的时候，它膜是什么样的，就我现在是什么样的。包括侧面呢就没有那种防隐私贴膜，它有一层淡淡的这种茶色的，后排是防隐私的。如果我现在还想贴膜的话，我可能就是把主副驾贴一个隐私的膜。就我在北京看了好多，就是主副驾贴隐私膜，它都要在这个位置切掉一块。我觉得这切掉那个好丑啊，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后视镜，丑的我就有点不太想贴。有没有可能技术在发展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类似于渐变过渡的这种效果？如果我后期能寻觅到比较好的这种主副驾贴膜，那么我会再拍一个小视频再给大家推荐的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自己这辆 Model Y 目前为止所购入的一系列配件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。然后下一个视频我会和大家聊一聊这辆 Model Y 我在日常驾驶的时候一些使用的感受。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